你知道以孙子兵法的精神要如何诠释胜与利吗？有一位对孙子兵法极有研究的讲师，在演讲时曾问听众，你们知道胜利的英文怎么写吗？大家的答案都是 victory， 他却说不对。他说孙子兵法里的胜利是拆成胜与利两个字来看，胜是 win， 利是 benefit， 如果这样拆，就可将它分成4个象限，那就是有胜有利，无胜有利，有胜无利，无胜无利。接着他又问大家哪一个最好，绝大多数人都回答有胜有利最好。他又说不对，无胜有利才是最好的。无论做生意或打仗，最后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利，如果能够得利，何必一定要胜？假设结果对我有利，就算没有得到表面上的胜，也无所谓呀。有胜又有利，里子、面子都拿到，为什么反而不好呢？原因是，为了得胜，可能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打仗，最后虽然赢了，可是却要投入许多资源及时间，既劳民又伤财。无胜有利才是最高境界，类似于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是兵法的上上之策。今天要介绍《关键决胜利》这本书，作者曾国栋，商周出版社出版。作者在1980年与友人共同创立友商，是台湾第一家上市的 IC 建通路公司。2010年加入大连大控股。当初与大连大合并时，作者曾国栋就放弃当董事长、执行长，而挂副董事长。他表示，并购案一定是一个人当老大，其他人当老二才能谈成。既然决定要整合，要有当老二的心态，所以大连大后来成为全球第一的 IC 通路商。他表示，对做生意而言，无胜有利才是最好的结果。即使是对方错，为了使业务能够顺利，愿意先低头道歉，表面上是你认错你输了，其实放下了输赢，却拿到实力的才是赢家。让客户觉得他赢才是高招，让别人占小便宜有时候更有利。例如买水果结账时，老板在袋子里多丢2个给你，或是总价205元，算你200就好。表面上看起来是老板输了，但他赢得你的好感，下次还会再去找他买，他可赚得更多。反过来，假如跟人斤斤计较，表面上是你赢，其实打坏了印象，你是输的。所以无需事事据理以争，你争得面红耳赤，在某次交易或会议上也许赢了，私底下却给人很坏的印象，搞不好人家以后就不跟你做生意了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争得太厉害，让别人觉得你总是整碗捧去，总是不利于未来长远的合作。投资合作要看长远，往往需要适当的让利才能促成合作。不要只赢了表面，看似有利，其实失去了长远的利益。投资合作与诟病，看的是长远的目标，有时需要适当的让利。因此作者在谈诟病的时候，可能处处让利，让了7、8项，但却交换到对他最重要的一项。还有许多主管喜欢抢功，发表成果的时候总是跑第一，这样做有几个缺点：一、抹煞属下的功劳，属下不开心，会削减团队战力；二、抢功结果万一出了差错，做主管的也没退路了。反之，如果主管把成果功劳归给属下，属下会很高兴，主管自己也会有退路。最后公司发展得好，得利最大的还是主管自己，带头的人是最光荣的。把面子做给属下，好像你没拿到面子，其实你最有面子，因为你是最大得利者，别人会觉得是你将团队带得很成功。综合以上，
本篇结论是求利而不求胜。一，反正获利不会少，不必抢着当老大，把事业做好才最重要。二，跟人发生争执，不要求胜，让一步更有利。不是每件事都跟老板据理力争，要看状况，有时不妨私下建议。把面子做给属下，把功劳做给上级，才有力升迁。三，让客户觉得是他赢，才是高招。让别人占小便宜，有时候更有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留言、按赞及订阅。谢谢观赏，下次再见了。